古以来便是东方文化中象征坚韧与清雅的意象。当王一博出现在青翠挺拔的竹影之间，那一瞬间，仿佛时光都凝固了。镜头捕捉到的不是单纯的风景，而是一种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灵动感。光影斑驳，风吹竹叶沙沙作响，仿佛与他心跳同频。每一帧画面都像水墨画般宁静悠远，却又因他的出现而燃起一抹不容忽视的炽热。观众在第一眼看到照片时，心中会不由自主浮现一句话：这是属于东方的诗意，是王一博的独特气场赋予自然的回应。当微风拂过，竹叶轻轻摇曳，投下变幻不定的光影。王一博静立其间，眉目如画，却眼神坚定，那是一种随性中带着不可撼动的力量。正如他一路走来的轨迹，低调，却始终坚守初心，不因外界的喧嚣而动摇。竹影与风声，如同他的影子与心声，诠释着自由灵魂的真谛。这组写真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，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不论世界如何变幻，他始终能保持自我，像竹一样挺立。有些照片以黑白色调呈现，极简中显得格外高级，而另一些则用鲜活的绿与深邃的影子交织，形成强烈反差。这种对比正是王一博人生的缩影。他既有在赛道上疾驰的炙热，也有在舞台上冷静的专注，既能是舞台中央闪耀的偶像，也能是镜头前沉静如水的演员。竹林写真用最朴素的画面语言呈现了他多面的人生，让人看到真实而完整的王一博。在某些画面中，王一博独自站立，背后是一片延绵无尽的竹海，那份孤独感却并不冷清，反而透着一种与自然对话的安然。他并非融入人群的喧嚣，而是选择与竹林同频共振。那种孤影像是一种沉淀后的笃定，他知道自己属于哪里，也清楚如何在世界的目光中找到真正的安静。竹林的坚韧与清冷，仿佛是他内心的投射，彼此映照，构成一幅最默契的画卷。在东方文化中，竹代表着君子之风，命折不弯，内心空明。王一博的写真并不是简单的时尚展示，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传递。他静立竹林间，就像一幅现代水墨画中的人物，既有古典的诗意，又有当代的张力。那份气质让人感受到一种难得的清雅与深远。观众在欣赏这些照片的同时，似乎也被带入了一种哲学思考。真正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喧嚣，而是内心的坚守与宁静。即使已经走过多个角色与身份的转变，王一博依旧保有一种不被时光侵蚀的少年感。在竹林的清风中，他的神情既纯净又坚定，仿佛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少年感不是年龄的界定，而是内心的澄澈与炽热。微风吹动发丝，他轻抬眼神的一瞬，带着不可言喻的纯粹。就像一首轻柔的歌，不张扬，却能悄悄触动人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。在摄影师的镜头下，竹林不再只是背景，而成为会呼吸的存在。王一博时而静立，仿佛化身一株竹，时而轻抬步伐，带动光影的流动。动与静之间，构成一种奇妙的平衡。观众仿佛能通过画面，感受到空气的流动与呼吸的节奏。这种表现力正是王一博的魅力所在，它不是简单的摆拍，而是赋予画面一种真实的生命感，让观者在凝视中也能呼吸同频。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斑驳的光点，落在王一博的肩上、眉间，形成一种天然的舞台灯光效果。没有复杂的布景，也没有刻意的修饰，反而更显珍贵。光与影的交织，就像是一首无声的诗，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。王一博在其中，并非被光掩盖，而是与光影共同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。在竹林深处，光影变幻间，既有清冷的氛围，也有温润的柔和。王一博在冷与暖之间自如切换，他的气质也因之而显得更具张力，仿佛告诉我们，他既能是冷冽的锋刃，也能是温柔的清风。正是这种反差，让他在观众心中产生了独特的吸引力。竹林的冷色调与他眼神中的温度形成呼应，让画面在对比中更加动人。
王一博的写真往往不需要夸张的动作，仅仅一个眼神就能让人读到无数情绪。竹林之间，他的目光沉静，却仿佛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故事。那种静默的力量，让观众产生无限的联想。是坚持，是梦想，是无声的呐喊。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这种留白，正是艺术的最高境界，用沉默唤醒无尽的共鸣。在竹影之中，服饰不再是简单的穿着，而是一种能被读懂的语言。造型师在这组写真里显然做出了极为克制却考究的选择，以竹叶的深浅绿、墨黑与土灰为主色，利用面料的厚薄、光泽与垂感去呼应环境的湿润与光影。上衣领口处的微微敞开，既是表情的延伸，也是心境的暗示。袖口、肩线的微妙剪裁在风中微动，制造出一连串可读的节奏。若近看不料，粗麻的纹理与细腻丝绸在同一画面中并置，刚柔并济，像是在讲述它既有的硬朗与内敛。配饰极简，一枚暗沉的戒指，一根低调的绳结，甚至一个没有标志的旧怀表，都像是留给粉丝的线索，诱导观者在细节里自我想象。造型的节制让人物成为画面中心，而服饰既支持这种中心，也不会喧宾夺主。这正是高级摄影的力量，把衣着变成叙事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表面的装饰。摄影师用镜头在竹林里写诗，广角镜头拉开了竹海的纵深，形成一种包围感，让人物像被时间温柔包裹，而中长焦与微距则在面部与手部寻找秘密。眼角的一条细纹，手指与竹叶的接触，都被放大成小故事。构图遵循传统的留白美学，人物常被安排在画面的一侧，副空间由竹叶与光斑填充，观者的视线被自然引导，从近到远，从光到影。光线处理上，摄影师偏好侧逆光与斑驳的自然光，利用叶片制造点状高光，形成被点亮的瞬间。黑白与彩色镜头的切换也非随意，黑白强调质感与情绪，彩色则还原温度与呼吸。这种多镜别构的叙事手法，使每一张照片都像一个短片，串联起来则成为一部长篇影像诗，观者在翻阅中体验节奏与张力。真正动人的照片，往往在静默中传播情绪。王一博在竹林中的表情，并不总是看镜头微笑，更多是看见自己的那一刻，眼神里有温柔，有沉思，也藏着一丝倦意或坚定。这些微妙的情绪被光影放大，成为观者情感投射的入口。每一处留白都像在邀请，你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填进去。摄影通过姿态、目光与周围物件的互动，构建了一条隐形叙事线，有人把它读成重生，有人把它读成逃离，也有人读成回归。正因为含蓄，照片才会长久。它不直接说话，却能在观看者心里引发对过去、未来与现在的联想。那份未说之言，才是视觉艺术最危险也最吸引人的部分。它让每一位观众都成为故事的合著者。影像从拍摄到传播，从来不是单向的。发布后，竹林写真在社交平台被粉丝2次创作、加滤镜、配乐、写短片，把原始影像转化为无数版本。这些在创造赋予照片新的含义，也同时放大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连接。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像一座放大镜，既能温柔也能尖锐，有赞美的细致观察，也有过度解读的阴谋论。品牌与经纪方在传播节奏上做出的选择，会直接影响影像的公共解读，什么时候发，附什么文案，配什么音乐，这些商业决策本身就是2次创作的一部分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看到文化投射，部分观众把照片里的东方意象解读为回归传统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现代偶像对经典审美的再包装。影像的生命并不止于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它会在传播中被不断重塑，最终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。这类高品质写真既有艺术审美，也具备商业运作的多重价值。艺术层面上，照片通过构图、光影与叙事建立起独立的视觉语言，能进入画册，
展览甚至成为当代流行影像的典范，同时它也是个人品牌的视觉资产，强化了王一博在公众心中的艺术家气质与文化识别。商业上，这组照片能够延伸出众多变现路径，品牌代言、限定周边、写真集发行、线下展览入场票以及内容授权等。关键在于保持原创性与质感，否则艺术性会被过度商业化侵蚀。理想的路径是把影像作为符号化的资产去运营，既保留审美的稀缺性，又通过精心设计的衍生产品实现持续性收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粉丝的认同感是最核心的资本，影像越能触动情感，它的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就越容易实现良性循环。